Hello，姐妹们，我来啦！大家五一快乐哟！当当当当，咱们的限定花期的第2期终于开启啦！你们开心吗？咱们上回限定花期第1期的时间线，咱们刚好捋到首唱会时间君子没有去，但是他以花代语，希望用花来代表自己的一个心意很多姐妹就说了，这个花怎么去代表心意呢？我也把这个图片给大家都 PO 上去。今天呢，我就筛取了里头比较重要的几种花，然后大家可以自行百度一下这些花的含义花语都是什么，适合送什么人尤其是这个百合花香槟玫瑰、蓝色绣球花以及尤加利叶大家要知道，尤加利叶配玫瑰花的意思，它的花语是代表爱情的花朵有你我很幸福的寓意，还可以表达对爱人的珍惜，相互相守一生的含义这个花能随便送人吗？大家想一想当然了，有些人也还会说，这个花店没准就是随便配的坚持这么认为的，认为花语这件事儿是比较硬的这个糖比较硬的，没有关系，因为不仅你觉得硬老婆也觉得硬。大家应该都看了2月份战狼直播的那一场优酷的采访当时他们俩就提到关于这个首唱会送花的事儿老婆就说了，你的花我没看见，这一句话当时很有可能有撒娇和赌气的成分但是也很有可能他是真的没有看见这个花。根据当时首唱会现场的一个分析这个由货拉来的这一片心意，很有可能埋没在了一堆暴食节的花海中我根本没看见。哎呀，俊子，你可长点心吧，下次咱换个交通工具好不啦？虽然这个花可能是没送到，但是咱们的宫西萌同志是谁呀？土土的白切黑随时能从大尾巴狗切成大尾巴狼的人那多聪明的一个人他能只准备一个花吗？所以除了这个花以外，他还提前准备了一对情侣表，被咱们浪浪丁的这个姐妹里的大神拿出来以后，发现呢，这个情侣表呢，很大概率应该就是龚俊送的。首先，这个表是在老婆录制不说这个专辑的时候出现的，但是有灵性的是呢，这个表居然还没有匹配老婆就把它晒照晒上来了这是有多心急！而且更有意思的是，看到了这个表之后呢，扒出了一段老婆的发小发的一个微博就是当时老婆不是得到了这块表吗？然后呢，老婆的发小就发了一个跟这个表有关的微博，然后呢，咱们就有人去问他了这个表呢代表了什么意思？那发小说了，代表着是一段情谊一段需要一辈子慢慢还的情谊。哎呀，姐妹们，你们好好品品也就是说，这里面透露出了2个信息：第一，这块表肯定不是老婆自己买的，是别人送的；第二呢，就是什么才是一辈子的情谊呢？那我觉得对老婆来说，那就只有兄弟情和爱情了。你们说是不是？那要说兄弟情的话，总不能是小雨送的吧？哼！他跟小雨认识了这么多年小雨不会说10几年了突然开窍了然后突然想送老婆一块表他们兄弟情比金坚吧？姐最重要的是龚俊在过几天录节目的时候他的手上也出现了一块同样的表，这个表是一对所以你们觉得这个表是不是俊俊送的呢？但无论如何，即使送了这么多的东西仍然不能弥补老婆对这件事的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于他没去演唱会的这件事情，原因我在上一期说过了但是老婆很介意这件事情她会觉得心里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说在继这个送这个手表送花之后咱们的宫西萌同志直接把衣柜都扛到了老婆家里，开启了淘宝达人疯狂买霸道总裁模式，这开启了同一条裤子同一件衬衫造型师疯狂背锅的时代。这么多情侣衣都送出去了，是不是就证明2个人现在已经确定关系并且在一起了呢？我个人觉得还是没有那肯定又有姐妹跟上期一样就来问我来反问我说，这个情侣衣都穿了这么多的物料还不能证明2个手表也戴了还不能证明2个人在一起吗？我觉得不能。
毕竟情侣衣，哎，它又不是魔法衣，不是说这个衣服往身上一套，好像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就都不存在了，现实中的差距也没有了。要真是那样的话啊，咱们所有人都去东大门那儿批打情侣衣啊，看上哪个心仪的人，咱们就往他身上一套啊，情侣衣一套，谁都别想跑啊，不是这么个事儿，是不是，姐妹们？而且吧，我觉得真正的所谓的在一起，是要到捅破这层窗户纸，到达一种交心的地步。可这两个人，上期我也说过了，他们在这个时期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一个在戏中将出未出，一个在戏外将进未进。就是处在一个感情的混沌期里，我觉得啊，那混沌期跟捅破了之间，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啊，这就好像是我想谈个恋爱，还是我想和你谈个恋爱的区别啊！你看，就是两字之差，但是它就差出天差地别呀！这点上有没有姐妹同意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他俩还是处在一个你追我跑啊，你拉我扯，互相试探、藕断丝连的一种状态啊。当然了，在这个时期啊，经历了首唱会之后，可能是咱们的龚大狗子啊追的是更多的那一方。那咱们这就要说到他著名的南京一夜的时间。很多人都说啊，在南京一夜的时候，两个人应该有了明显的感情升温的迹象。但是是不是这样呢？咱们先来扒一下他们当时那一天的行程时间。已知老婆在10月26号突然增加了一个行程，并且31号出现在了南京。已知当时老婆10月26号有一个临时增加的行程，可是31号她却突然出现在了南京，并且是首唱会的同款发型哦。当天下午4点50的活动，第二天中午飞机就要飞走。而我们的龚大狗子呢，在当天在上海啊，有撸啊撸 S10SN 对 DWG 总决赛明星观赛团的一个工作，而这个决赛呢是在10点左右结束啊，也就是说最晚他10点半左右离开的。通过他本人11月2号发的一个我回程路上待的一个服务区，可以知道他居然是连夜赶回了南京。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他为什么要突然急着要往南京赶呢？而两个人啊，这个时间线过于重合和巧合，姐妹们有没有这么感觉？所以很多人啊，在扒出这个时间线的时候，就确认我们的龚大狗子很有可能是追着老婆的行程去的啊，就是为了见他一面，并且啊，最有灵性的是，很多人居然扒出了一个老婆转天啊一个工作图，并且发现他的脖子上居然多了一个草莓印。啊，这些姐妹们大概是用16倍的显微镜看的啊。对于这个草莓印啊，众多浪浪丁的姐妹就开始浮想联翩了啊，说啥的都有啊，说可能是砍的啊，说可能是度过了啊，当然了，也有可能10月份的蚊子它就是比较上头啊，也说不定就是蚊子叮的呢。你们觉得呢？根据咱们对龚健的了解，还有他这个行程的安排，我个人觉得他去南京为了见老婆一面的这个可能性也是非常高的。但是至于说他度了没有啊，这个咱也没在他床底下安摄像头，这个真是不知道。但是根据我前面的一系列的分析啊，我的度的可能性还是不大的啊，最多也就是公狗子情不自禁的啊要去啃一啃。因为咱们刚才也一系列的分析也分析过了，这个时期的老婆啊，她是属于一个有心结的状态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还想让她现身啊？那公狗子反过来现身还差不多。当然了，就算他现在反过来现身了，那身体虽然亲密无间，心却隔着一道天堑啊，那两个人迟早还是会出现问题的。虽然天堑这个说的可能是有一些夸张了，但是两个人啊，确实在这个时期就有诸多的现实问题，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两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事业，我希望自己的事业继续，有条不紊的向上走，够到那个方向。俊子这边呢，他是知道老婆啊生气的，但是他根本就没搞清楚他生气的点在哪里头。时候的心态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啊，他的想法应该就是更多的去追逐老婆的这个脚步，在事业上把这个差距缩短啊。两个人对爱的这个理解不一样，我觉得俊子在这个时候他的理解是，我的爱要与你势均力敌时，我才配与你并肩而立。而老婆呢，跟他正好相反，他想的是爱是贫贱富贵皆不能移，我只要确认心意，其他的我都不在乎。不知道这样的总结，姐妹们是否能够支持我的观点啊？我也觉得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思维的差异性，导致两个人啊在后面俊子新剧营业方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分歧啊，而且两个人目前感情的状态是一个低头啊，一个去抬头，那长久下去早晚有一个是要落枕的呀。
也正是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两个人的关系从11月份开始由暧昧期转向了冷战期。11月，俊子的节爱营业的如火如荼，而大家要知道，如果说俊子有多在意老婆身边的男人，那老婆就有多在意他身边的女人。更何况他本身就不喜欢这种奔放式的营业，所以心里难免有些不舒服。而老婆此时也进入了出戏以后的冷静期，他应该单方面的对狗子开始冷淡。而公蛋狗子这边呢，节爱开始出现了小火花，应该没有太多的精力去过度注意老婆这方面的变化。等到11月29狗子生日的时候，老婆多多的表示宫西蒙同志这时候意识到了问题。根据宫西蒙同志后期经常抓一个人来聊聊他和张老师的微信故事来看，有可能他私下开始尝试微信沟通，但对方拒绝了他的聊天请求，并向他丢了一只狗。公狗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在微博卡点双111111来表示自己是单身的状态，但他又不甘心，开始在绿洲上更新各种旅游图片、火锅图片开启了从你全世界路过狂刷朋友圈的存在感。并且在12月初以自己生病的名义向老婆隔空撒娇，而咱们人美心善、嘴硬心软的老婆，终于在这个时候进行了一个回应，还是那张黑白图片。注意啊，比较灵性的是，这个时候老婆的回应依然是那张黑白图片，所以这个黑白图片简直贯穿了当时他们俩整个别扭期以及冷淡期。宫西蒙同志得到了回应之后，微博也是一路撒丫子狂奔，从11的卡点一直到2月14情人节，直接卡了老婆511的生日。大家都知道猫狗在一起是要跨越物种的，而撸猫就更需要付出代价了。我们的老婆岂止是这么容易能被追到？然而对于失去过一次的宫西蒙同志来说，他终于决定放下一切心结，开始不顾一切的去追求他的光啦。而他又是在什么时候成功的呢？请欣赏限定花期第3期，爱是跨过山和海，山海皆可平。你们还期待这一期吗？今天回顾了他们的过去，然后我再跟大家聊聊他们的现在进行时啊。然后昨天上一期我不是说那个昨天上一期我不是说到那个快本吗？然后回头做完视频了之后，我又想起来我又忘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最后他们在采访的时候，不是那个有那个毛巾，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大家都拿了一条毛巾去擦那个身上的粉，然后老婆就工作人员其实是给了每人一条毛巾但是老婆没要，然后俊子呢就在那递给他，然后把自己的毛巾递给他，但是他也没要我这一生要强倔强的老婆。但是就是后来可能是要拍照，还是说他那个粉进了眼睛了，可能是觉得不舒服，然后他就拿起来俊子那个毛巾，然后在那擦这个还不是那个最搞笑的，最好玩的是那个胡夏老师不是站在他们那个旁边我忘了是旁边还是前头了，反正呢就是胡夏就看到这个情况了，然后胡夏老师就把这个毛巾递给那个就是把他自己就把胡夏老师自己的那个毛巾递给老婆了，结果老婆就愣在那儿了他就没要第一次没要，第二次呢看着那胡夏老师一直在那举着，然后他就要了。胡夏老师你啥都挺好，我也挺喜欢你歌，你这时候咋都没眼神呢？真的是。然后呢，那个他用了一下那个胡夏老师那个毛巾，但是很快他就还给人家了。然后他又用那个俊子的毛巾，然后而且还站在那儿特别乖的，让那个俊子给他那个就是去扑了脑袋上那粉，因为他不是玩的特别皮，然后全身上下跟个小粉人似的。然后俊子呢就很细心、很贴心的在这给他扑了各种的头发上的那些粉，然后还给他擦那个脸。哎呀，你们想想那个画面吧，我觉得特别的温馨。就我知道你们想象这个场面的时候，会不会眼前是一种，就是我觉得这光想象这个画面都觉得要原地升天了，好吗？就我不知道你们去想象这个画面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那个感觉，反正我觉得就脑子里就只冒出了2个字，就是美好。真的觉得非常的温馨和美好就是说不上来的那种感觉。你真的感觉就是你一生能遇到你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性格也互补，然后他又对你特别的好，哎呀，真是这辈子就觉得特别的值得一场，就是我们能看到这样的2个人这样的一场爱情，我也觉得特别的美好，就是很幸福，然后很感动。而我喜欢他们2个，我觉得也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他们，仅此而已。我不知道这样表达大家能不能懂我的意思。对于我内心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唯一磕的一对真人 CP， 真的。有很多人就是包括那个发私信给我包括也有一些人就是在评论和弹幕里说你就不用那么上头，然后以后你有别的剧上来，然后有更好的剧更好的 CP。 但是我真的我对于这一场的热情，我真的就是放在了他们俩的身上，我也只想放在他们俩的身上。我不管你日后你是谁，或者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已经用尽了我所有的热情去爱这2人，我没有多余的精力再去分给其他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我是有一样想法的吧？
因为我也知道以后呢，就是因为大家也知道挺那什么的戏就上来了，然后有些人磕的还挺上头，这种有争议的我就不去评判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啊，就是什么是公益，什么是真实，我觉得我是能感受出来的。我觉得我能分清剧是剧，真人是真人。就是我不会因为说啊你怎么样，我就对这个剧有一个不好的这个评价。但是你说让我磕真人，那我真的是磕不下去好吗？我一眼就能感觉出来，你看的是那个人吗？还是他的未来？哎，总之大家懂的都懂，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另外，昨天跟今天的那个2场杨树林的直播，我看到有姐妹私信我啊，希望我做一下关于这个直播的糖点啊。这确实是有不少糖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有看的大家给我留个言吧，好吧？然后今天真的是有点累了，做这个视频真的是做到有点疲倦的感觉，所以我就不跟大家多唠了啊，就先到这吧。然后大家一起去期待演唱会。走过路过的，如果觉得喜欢今天这期的视频的，走过路过的姐妹们，如果喜欢这期视频，请一定不要忘了点赞，可以让更多的姐妹能看到这期的视频。爱大家，么。